好，各位朋友們好。哎，今天呢，快到一個特別的日子了哈，就是離這個大慈大悲的藥師佛的聖誕呢哈，就是差2-3天了啊，很快就到了，就是好像19號。那今天因為是禮拜天呢，我們就提前慶祝啊。我們菩提禪修的各個禪堂呢，就在這幾天，還有或者是過2天哈，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法會活動，歡迎你去參加，沾得佛光啊，消災延壽。就是在講到延長壽命這件事情呢，我相信很多人其實很掙扎，到底這個壽命是這個與生俱來的一個定數呢，還是經過一些醫生啊、科學家呀，或者是一些什麼健康療法的一些人的建議，比如說我們要注意養生的飲食。我經常聽到的就是說，尤其從台灣的營養學家就是說的，營養學家教大家沒有營養的飲食，比如少油、少鹽、少醋，還少啥？少糖、少肉、少麵啊，麵是麵粉了。想想那個叫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我最後聽到我直惡心，說那你不吃飯了，那就是神仙哈，陸地神仙了哈。我覺得這些不一定都靠譜，因為我也聽說了好幾位說健身專家早去世，營養飲食專家早去世，這到底這個世界到底聽誰的才是正確，對不對？那還有很多。我看呢，有些國家哈，去採訪那個偏遠山區的長壽老人，這個村裡頭一個村20多位，90多歲的長壽老人，就問他您是怎麼科學飲食的？說我不認識字兒，沒文化。說那你每天幹啥呀？下地幹活啊，下河捕魚啊。說你這麼大歲數還幹，在家帶孫子就完了。說帶孫子還不如幹活，光受氣。說我就幹活去。那你是為了健身而幹活嗎？不是，是因為沒錢啊。說得很現實。那你那個注意健康飲食的話，您是不抽煙不喝酒？不，我又抽煙又喝酒。那你煙是最近剛吸嗎？說以後不吸了算了。說我吸了一輩子煙了，讓我戒煙不可能。我這麼大歲數，我也不講什麼健康和長壽了，對不對？我已經超過90了，人家還活得這麼大歲數。但是抽煙這個事兒，肯定是對健康是不利的，對不對？但是其實萬物有靈，萬物自有它的一些某種作用力。有些事兒吧，就是沒有也不行，用多了也不行，對不對？所以也得適當的用，可能反而是一種健康的行為。我們從某種飲食角度來說哈，你看在加拿大呢，好像我們禪堂這個城市。中文叫列治文 Richmond 啊，英文 Richmond， 說被評為了全加拿大最長壽的城市。對，平均是多少歲來着？平均壽命今年查到是87歲。平均壽命87歲啊？對。這老天爺呀！我這平均都這麼大歲數，這厲害呀！我相信不是因為咱菩提禪修在那兒，人家這個評論的它是綜合的綜合調查出來的這樣一個長壽的這個健康城市但是我是覺得，我在那地方住了這麼久呢，對那個地方比較了解這個 Richmond 這個列治文這個城市呢，它在過去因為房地產比較便宜，它呢其實主要居住的人口是藍領的工人階級，通常是要比如說木工電工做建築或者一些工廠的工人。他是要動手幹活的工人。那比如說他居住的環境還可以吧，因為旁邊有水有海是吧？但是他的工作環境呢，你比如在工厂，任何工厂都會有污染，對不對？比如說有些污染不至於死，比如說你是那個養魚的，什麼殺魚的，對不对？它不至於死，但是味道也挺難聞的。除此之外呢，有化學工業甚至是木工是吧？它都是有污染的。那有污染对人的这個健康长壽應該也是有影響的吧
可是離他最近的好幾個城市，房地產都比他貴，居住的人群比他更富有。比如說溫哥華西區，那個西區那個區很大，啊，那個房子都是很貴很貴，對不對？收入那個地產是那裡的3倍以上，都是這麼貴的房子。現在開始在往回拉哈，哎，但是實際上這個就是過去來說，這個溫哥華西區就很貴的。那比較高收入的人群呢，比如說他要講健康飲食，很多家庭裡專門買這個叫做有機食物，對不對？就是沒有農藥、沒有化肥，哎，那這個肯定是對人體好，這個都不用說，對不對？還有更講究的人呢，因為在台灣我們遇到人家洗澡的那個什麼浴液啊，浴液都是這個什麼有機的，都是有機的。哇，這個武裝到全身來了哈，但是難道就不得病了嗎？就不得那個要害的病呢？那我們聽到的是，反而得了重病啊。所以這個怎麼講這件事兒呢？哎，我們又都聽說了哈，美國有一個這個股票大神巴菲特先生哈，都95歲了，人家還經常你看他拍照片，是啃麥當勞、喝汽水是吧？哎，美國現任總統這個川普啊，80歲了吧，經常喝可樂，他自己說的，一天喝好幾瓶可樂。哎，那我就問香客，我說你給我查查，他喝的是傳統的這個配方呢可樂呢，還是那個零的叫 zero 零的那個，就是糖是0的那個飲料呢？他說他是喝那個 Diet Coke， 就是那個無糖，就是減糖的那個的飲料可樂。那這個無糖的話，那這個口味，這個甜的口味是也得有個東西來代替吧？对，他會用化學品去代替那個糖的味道。你看人家容易嘛，當總統了還得喝這個無糖的可樂，對不對？嗯。但是呢，他那個雖然不是糖，但是是一種糖的化學代替品。对。喝多了好嗎？不好，就研究顯示，就是你喝多了也是對身體很傷的。但是川普今年80歲，對不對？是。多少人活不到80歲？是。你說這個怎麼講來着？對，不知道。哎，他不是吃不起，說我就吃，就沒事兒，可能是身體素質好，是吧？嗯。哎，所以真奇怪哈。嗯。所以這個人的壽命到底是由啥決定的來着？其實很難說吧。是。科學家也說不太清楚。但是我們通常自覺不自覺的，就是說，我要健康飲食，啊，或者我要多吃素，我要多運動。說這個多吃素多運動是不是就決定了我們的壽命的長短呢？哎，我今天給大家帶來了一個哈，哎，中國一位非常有名的，還比我小幾歲的一位叫高曉松先生，這人也是年齡不大，也是個大神之一哈。很多人都知道哈，這個在中國大陸曾經有1、2首歌非常的出名，在春晚上唱過。那這個歌的名字呢，叫《同桌的你》。同桌的你，哎，我們有沒有播一丁點兒給大家聽一下？嗯。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誰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誰看了你的日記？嗯，很好聽吧？所以很多有點年齡的人一聽這個就很熟悉，對不對？你看這首歌當時非常著名，因為在春晚上播過。那這首歌的作詞作曲就是高曉松，哎，他是這個清華的高材生啊，這個北京清華是吧？那是中國的一流學府嘛哈，差不多形同於這個國際的這個哈佛學院這麼高級的一個大學，哎。這人出身不簡單哈，他在他們家來說就算是個一般的。他的父母親，他的媽，比如他的媽是中國這個民國中早期的時候一位這個建築留洋的大神，叫梁思成，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子。厲害吧？你知道梁思成，如果不知道，林徽因總知道吧？對，林徽因、梁思成他們是夫妻倆，都是留美的大才哈。对，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媽呀，
就跟這個梁思成的徒弟，厲害吧哈？也出了關於中國傳統建築的一些著作，哎，很厲害啊！現在聽說是住在這個美國哈。對，那他的外祖父在北方叫老爺哈，就是他媽媽的父親啊。他媽媽的父親呢是深圳大學的首任校長，開山鼻祖，厲害吧？他的姥姥就是他的外祖母，就更厲害。他的外祖母呢是中國的北京航天大學的創建者之一。哎，因為他們的祖上哈，外祖母的祖上呢是當年的清朝政府的高官之一，是這麼厲害的人哈。对，你看這個照片呢，就是小松的這個外祖母，你看那時候穿的有沒有一點點像最早的那個1900年左右那個時候的最初的大學生之一，就這種打扮，啊，一看就是高級知識分子哈。對，全家都是這種超級的人，哎，都是超級厲害的哈，還都畢業於清華大學。所以你這樣的一個超級知識分子家庭，都是神級的知識分子家庭，他們能對於神秘學會有興趣嗎？我相信有興趣也沒時間研究，他光專注於研究他那一點就已經不容易了。所以他對於宗教呀或者是命運呢，應該說沒有概念，所以談不上信仰。他18、19歲。當年呢，考上大學，考上清华大學之後呢，家裡人為了獎勵他呢，說給你點錢，你呢喜歡去的城市啊，周遊一圈。因為在早年高考的時候啊，這個孩子們壓力都是挺大的啊，壓力山大，腦筋都受不了，說讓孩子放鬆一下腦神經啊，就逛一圈吧。他逛了什麼上海呀、什麼蘇州啊，一大圈。哎，有一天坐船呢，在海上坐船呢，就漂流到了這個山東省青島市，就來到青島之後呢，他到處瞎逛，什麼崂山吶、什麼八大處啊，到處逛。結果在一個地方，就是碰到了一位呢，就是盲眼的算命先生。哎，在中國北方哈，很多這個老天呢是公平的，給盲眼呢看不見東西的這個人呢，就是算命。啊，這也挺好的。我看不見你，我也不會因為你穿的绫羅綢緞，哇，是不是啊？我就可以阿諛奉承，對不對？所以我看不見你，我就該怎麼說就怎麼說，感覺到什麼算到什麼就說什麼，倒也公平，是不是啊？所以小松這麼年紀輕輕的，說遇到這種新鮮事兒，反正到處玩嘛，又考上大學了，看我未來的怎麼這個名分吶名利呀。和成就會怎麼樣啊？你給我算算吧。哎，這先生就說了，你天資聰慧，出身名門啊，你們全家一個比一個厲害，你就是躺着玩的都能考得很好。那小松一聽是這麼回事，你還是有點道道哈。說你還12歲打死過一隻狗，說哎真是，這就算出來。說哎，就算我蒙準了吧。好吧，那你算算我能活多大歲數？就問活多大歲数年齡啊？一般算卦先生是不敢直接說的，都是因為大家避諱对這個死亡這件事，當事人就在這兒活蹦亂跳，就說他哪一天死的話，這個是誰聽了都受不了，對不對？但是這老人也是很厲害啊，咔咔咔咔掐指一算，說你活到35歲。小松一聽嚇懵了。說我白努力還考大學，拼命考完了之後，才活35歲，這不英年早逝嗎？是不是人生這個福我還沒享夠呢？不管享福還是受罪，我還希望超過35歲啊。算卦先生說往下再算，我算不出來了，這就是我算的。你問我，所以就告訴你了；你不問我，我還不想告訴你呢。哎呀，這小松，雖然你說你啥都不信哈。那真有一個人說啥都算的都準，可是這一句話，你才20來歲啊，19歲、20歲，完了之後，人家有人這麼說你，你心裡是作何感受啊？所以這個事兒啊，對這個小松的影響啊，就特別大，就像打擊一樣啊。
所以呢，其實他為這個事很受到影響。但是當到了大學讀書啊，幹嘛的那個時候，因為這個整個場景都是完全不同了哈，這件事他就慢慢的就淡化了，啊，對。可是他呢，多少還是受到一些影響。他這個聽說哈，讀清華大學，他是沒有畢業就離開了，因為他創作能力太強了，天才級的孩子呀。他覺得在大學給他也不會帶來更多的好處，無非就是說他上了清華而已，就是說畢業沒畢業無所謂。哎，他想寫出了這麼著名的歌曲，是不是啊？能寫出歌曲來作詞的人，這就是藝術家，就是詩人。好，話說年齡時間過得很快，眼看呢就將要面臨到，因為他是1969年11月14號這個出生的啊，是吧？1969年，哎，11月14號出生，接下來就很快了，就快來到他生日了。這個時候，他就想起這個三國先生說的這個話：只要一過了生日，第二天就是35歲。他想的，不知道35歲那一天來臨的時候死，還是在這一年的某一天死呢？這個不知道。心中呢非常忐忑不安，因為他是北京人嘛，北京呢就開車去這個山西五台山哈，五台山是個佛教聖地，啊，這個佛教聖地超過了1000年，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哈。哎，他到這個生死攸關的時候說，嗨，去五台山去拜拜佛菩薩吧，哎，反正這一生也快了賬了，啊，拜拜佛應該說不定有轉機呢。就是沒有轉機的話，真要死了之後，我也不想下地獄啊！說去看看吧，所以他就開車去了這個五台山。其實因為這個山西五台山呢，冬天很冷，11月份就已經關了就是不讓外地遊客再進山，啊，因為這個太兇險了，這個道路都凍的是冰，啊，但是這個小松呢還是去了，他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兒啊，結果。整個這個街道非常冷清，沒什麼遊客，這有些小店鋪、餐館都關門了，啊，就他一大早就起來了，啊，起來之後，這個就到處想逛一逛，啊，走着走着，在不遠處一個街角上蹲着個小男孩，15、16歲的樣子，哎，他就順口一句，說你在這蹲着幹啥呢？說我是做導遊的，我等着給人導遊，啊。說現在都沒遊客來，你導什麼遊？說你不就來了嗎？哎，是啊，是我來了。說你行嗎？說我可以，你可以，你有本事你幫我租輛吉普車，我要這幾個五台山嘛哈，這幾個台啊，我都想上去看看參拜一下。你能不能給我租到一輛車，連司機一塊兒租？說小事兒，我幫你聯繫一下。哎，半個小時之後，就連人帶車都租來了。說怎麼樣？我還可以吧？說這小孩挺利落哈，挺能辦事兒。說好吧，哎，所以他就，這3個人就一起上了車，這個小松呢坐在副駕駛的位置，小抖又坐在後座。小松上了車就給他們介紹，就說我心裡煩着呢，你沒看我滿臉寫着煩嗎？具體什麼原因我也不告訴你，所以你們不要像一個導遊一樣，非給我嘮叨這個介紹那個的。好吧，我不聽。五台山我來過很多次了，我不想多聽什麼，除非我問你，好吧？導遊一聽，只要給導遊費就可以啊，不讓我說話還省唾沫呢。說我不說就可以了，放心吧。所以呢，他們就一塊兒走了哈。這個接下來呢，小松呢，他們先就是到幾個廟先拜一拜啊，拜一拜呢，他覺得這個他拜佛是很熟悉的事兒啊，我沒什麼所求，我就這樣了啊，佛你好好的哈，大家都好就行了啊。但是他覺得最有意思的呢，五台山一個市中的一個中央區域當中，有一個叫五爺廟，五台山我還是熟悉的哈，到五爺廟。五爺呢，據說呢是這個一位龍王爺的廟，
在中國各地啊，因為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對不對？所以的話，無論冬天、夏天的話，不下雪、不下雨的話，農民就會沒有收成，所以到處都供龍王。供龍王就是為了下雨下雪，啊，所以五台山一樣也有一個龍王廟，它不叫龍王廟，叫五爺廟，啊，就是某位龍王的太子啊，所以稱第五位龍王。所以這個龍王呢，有一個就是你求他就是還供還願的一個方法，或供養這個方法，要唱戲。過去沒有什麼唱歌，沒有什麼一般的跳舞啊，也沒有電影，在古代的時候啊，因為從古代傳下來的。如果想看演出之類的哈，只有一些古代的一些戲曲的橋段，演哪個名人曾經的作戰吶，啊，哪個名人曾經談對象考狀元吶，等等的，就是這樣一出一出的戲，啊，所以專門有這個大戲台。如果所以你想來祈福，說你想來還願，其中一項請演戲的戲班子來在這給五爺演戲，哎，這個倒挺好的哈，所以這個小松呢，也最喜歡的就到五爺廟，他早就來過，哎，他說五爺我來看看您吶，他嘴裡就嘮叨着，說因為這是我最後一次來給您演出了，來看您來了。因為我這個小命就要結束了啊，想着也挺感慨的，其實心裡頭充滿着淚水哈，這樣還唱了一段，唱的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五爺能不能聽懂哈，喊了一頓，痛快了，就像反正最後一唱了，唱完之後說走，咱們去先登頂吧，登這個五台山的幾個山頭就是，所以他們從這五台呢，從東西南北哈，東台、西台、北台，中台，都拜了一大圈，到每個台上的佛菩薩都去拜，啊，最後呢，到這個南台，他這個5個台都登完了之後啊，哈，到了南台的山頂上哈，就已經是晚上10點多鐘了。這個五台山又是冬天11月中旬左右啊，非常的冷。甚至山上能夠下雪都是很正常的，啊，非常冷，他可能帶的衣服也不太夠啊。青年人呢，平常還是體力還是不錯的哈。可是到了這個晚上這麼晚10點多的時候啊，他到這個廟裡啊，南台的廟裡拜了一下之後，就覺得透心的涼啊，就吹得自己直打寒顫。這隨便拜了拜，這趕快佛都沒看清楚，就先趕快跑上車上暖和一會兒。可是坐到車上之後，他發現車也不暖和，因為車呀，司機通常為了省油和安全嘛，就已經把這個車的這個引擎就關閉了，就是有一把鑰匙插在車上，這個一擰就會着，往後一擰呢就會這個就火就滅了，就也沒有什麼制暖的這個設備了。這小松上了車就很冷呢，他自然不自然的就是一看沒有冒熱氣嘛，沒有暖氣。他就去擰這個打火的鑰匙，一擰打火的鑰匙，那車嗚往前就滑行。他嚇死他了，這次完了。什麼？他之前他想的哈，既然是反正小命不久嘛，我將來下一步我要死的時候，我先唱歌一首，或者大嚎幾嗓子，或者做一首詩，做一個命運的總結和告別。這個來的這個突然。車往前滑，因為前面不遠處就是萬丈的懸崖。他說一下玩完了，這個歌詞也想不起來了，詩也沒法做了，就等着立刻就要掉下去了，人生就這麼完了。就在這個千鈞一剎的這個時候，那麼小導遊嘛，坐到後排，噌就竄到駕駛座這兒來，一腳踩下去剎車，就把車給停住了。後來說離這個車轱辘離這個懸崖哈，可能就是1米左右，就這麼很玄乎啊，就差點衝下去，就剎住車了。可是那個司機呢，跑到了山頂之後啊，這一路走啊，沒一個去小便的地方，就到一邊小便去了。那個司機一回頭一看，自己的車在跑，嚇得就趕快就往回跑回來。他一看這個。小導遊坐的這個開車的位上，他以為這小導遊小孩調皮搗蛋，把車給開動了，因為車差點掉下去啊，
他開車門，抓着這個小導遊就是2巴掌，說你找死啊你！小導遊打愣了，哎，這小松一趕快解釋，不是他，是我呢太冷了，我說打個火吧，結果車就往前衝。哎，你們知道嗎？因為年輕人根本不懂哈，現在的車啊都是自動擋，就第一個就先打着火，這個汽車對不對？開車的時候，第二個這叫前進檔，不分幾檔，只要是前進檔，那個字叫 D 是吧？啊，只要是 D 啊，那個前進檔就一個檔，你使勁踩油門跑就完了，对吧？過去的車呀，都是說好了啟動了之後我要走，先掛個1檔，比如說比如說左上角有個鐵桿，往前推一下，咔嗒一下，只要聽到咔嗒聲，就1檔就掛上了。哎，它一旦跑起來一點速度之后呢，趕快呢再去掛2檔，啊，之後再掛3檔。就正常在快速跑的時候，一般都是4檔以上，没有5檔6檔，一共4個檔。那第5檔就是倒檔啊。好了，那麼還有一個叫空檔，就沒有檔，空的。那麼為什麼他打一下火車往前衝呢？是有一個原因呢，他這個車呀開了很多年了，質量也不好，這個他那個就有過去的那個停車哈，就是因為有這種掛檔的車嘛哈，它有一個檔叫空檔，當我們車就不走停下來之後，先變成空檔，之後呢有一個用手拉的一個手剎車，就把車完全鎖住停住。就現在等於是趴車檔是吧？把它停死了，不動了，就把那個手剎拉起來。其實現在的車沒有手剎也沒有事，就自動擋的啊。他這個手剎車壞了之後呢，這個司機呢，有經驗的司機就是這樣，當熄了火之後，我把這個檔呢掛到1檔，啊，又沒有動力嘛，這個車的就代替了手剎車。所以小松為了打火取暖呢，一開這個起火啟動，啊，等一接通電源，車呢是掛着1檔就往前走嘛。到這個時候，小松呢趕快一撥，就知道小松很聰明嘛，他知道哦掛了這個檔了，就往回一撥，他自動跳回原來空檔的這個位置。空檔還是往前溜的，空檔是車輪並沒有被停止住，因為它沒有剎車，所以小導遊從後面就千鈞這一剎的這個時間衝過來就來踩剎車，這樣才把這個車停下來了，就是這麼一件事情哈。但是就是這麼剎那間的事情，就是救了這個小松的命。哦，小松感慨萬分呢，所以勸住這個打他的司機之後說，還反正佛也拜完了，咱也沒掉下去，認萬福吧，啊，咱們下山吧。等開下山來之後，那個山下頭啊，一個營業的都沒有了，因為人都關門，冬天很多這個連餐館都關門的，有些旅館都關門，因為沒有遊客，所以他們就隨便敲了3、4家門，就是普通住家之後，有一家就開門，他說我給你錢，你有沒有做頓熱乎飯吃？那家說好，同意。哎，那家給他做了頓飯，他買了2斤酒，啊，又壓驚。小松也感慨啊，他講過去他算命的故事。等把他在青島算命的故事一講，大家覺得哦，這麼玄乎啊！都我們和這麼玄乎的一個人哈，他們都不知道他是未來非常出名的才子嘛，都不知道的啊！哇，那你這人太有意思了，所以呢，這個小松呢就覺得，這個千鈞一髮的那個危險的時候，是小導遊跳過來踩住了剎車，他還認為是小導遊救了他，把他身上剩下來的3000塊錢都給了小導遊。其實那個時候小導遊陪他跑了1天哈，如果不算車的錢，導遊費最多300塊。當時他給他3000呢，是因為他覺得小導遊救了他一命，又在他生日這一天啊，他覺得自己這個死亡的災難就算過去了。他原來如果這個小孩不去踩這個剎車的話，他就從車上懸崖下頭就摔死了。所以又喝了酒又激動啊，也是流了不少眼淚，所以一激動說，哎，老弟，還是你救了我哈，這個錢就給你了。这小導遊後來欣喜若狂啊，說你
雖然沒有遊客，遇上個遊客還是大款，送過3000塊錢的一天的導遊費哈，還把這個故事給別人分享了，很好玩吧哈？有什麼感慨嗎？師父，就是這個高曉松嘛，他就被算命先生算到35歲死。那他之後為什麼能夠，就是他雖然遇到了驚險，但是還能脫險，就那麼幸運能延壽呢？我對他做了一點了解哈，都通過網絡上做了了解。他本人我並不認識，但是我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哈。就是我聽說呀，他每一年啊，他都會做一些慈善，比如說他掙了些錢嘛，他畢竟是知名的人士啊，掙了一些錢之後，他經常說某個省有災呀、水災呀、地震呢，他都去慈善的捐款。這第一個做這種善事。那麼第二個的話，聽說誰家讀不起書啊，他出錢，我來給你出學費，有的上大學上不起，我幫你出學費，甚至幫着建一些希望工程的一些學校，他做了不少這種善事，所以這個人其實挺善良的，因為他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啊，是教養非常好，所以他平時也做了這些善事，這是第一。那麼第二呢？那麼這一次來到五台山哈，你知道他，其實大家會忽略了一件事情啊。如果你真正的去過五台山，好好的玩透了的話，你才懂得他為什麼上那5個台呢？那五台山的5個台，正是最通靈的地方，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就像手指一樣，這5個大山頭哈，就代表着這個文殊菩薩，這個應該說他這個道場的一個最終的一個參拜點。因為一般人去的是五台山的手心，五台山手心哈，坐大巴都能去那裡，但是這5個台哈，去的人比例非常少，1/1000都不到，去的遊客很少人沒登過這個幾個台，是去的五台山的手掌心，是一塊平地的地方。那多數寺院都集中在平地的地方，平的地方經營的比較好，因為遊客多嘛，來的供養多，香火多，所以什麼都好辦。也雖然很靈驗哈，但登到五台才是最真誠的，是這樣。所以小松是登了5個台呀，這整個這個蓮花手這幾個最高點他都拜過了。這一天的時間，如果沒有這部車的話，他拜不了的。你沒這個車哈，我想想得10天。為啥？你要登山用腳登山哈，一次你第2天走不動路了，你得休息嘛。所以能花10來天能拜完5個台都算是很好的了，就是。所以他幸虧有這個車，才1天拜完了這5個台。對，禮拜觀世音菩薩這個行為，我覺得能延長他的壽命可能性是極高的，就是我站在宗教角度的看法。這就是我覺得。感恩師父，那他也是很有佛緣呢哈，師父。也是因為一片誠心啊，雖然被算命先生給算準了，其實在35歲哈是他的這個壽命的大劫。對。但是他在最關鍵的那一天啊，去拜佛禮佛。對。那師父，我也想跟師父和網友們再分享一個故事哈。也是一位歷史名人，他也是被算命先生給算準了壽數的。我們也來聽一聽啊，他是否能扛得過他的這個壽限啊？那我們要講的接下來這一位歷史人物呢，他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一位大將軍啊。他呢被人稱是北洋第一名將啊，他叫吳佩孚。他呢出生在這個晚清哈。晚清的時期，他當時呢是一位文人出身，考中了秀才。過了幾年之後呢，他呢就去从軍了。當了軍人之後，他加入了當時在清政府建立的一支非常現代化的軍隊哈，叫北洋軍。那他表現卓越哈，也是戰績啊非常的非常的棒，所以呢就被稱為北洋第一名将。那後來呢，清朝滅亡之後啊。中國呢，當時就進入了一個軍閥割據的這樣的一個時期。那吳佩孚呢，他就成為北洋軍閥中啊實力最雄厚的軍閥之一。在1924年9月的時候呢，
吳佩孚登上了美國的非常著名的一個雜誌，叫時代週刊。他是登上那個雜誌的第一位中國人。大家可以看他穿着軍裝英姿飒爽，雙眼有神。那在這個雜誌封面的下面呢，寫了一行英文，叫 General Wu Biggest Man in China， 意思就是吳將軍，中國最牛的人。那這位吳佩孚呢，他到40歲的時候就認識到一位特別有意思的朋友，這個朋友名字叫張其遑。這個張其遑呢，他這個人讀書讀得特別多，而且還精通命理和術數，他很厲害，到別人都叫他張鐵口，因為他算命就算卦算得特別準，而且說話都鐵口直斷的。那有一次呢，他這個朋友張其遑就給吳佩孚算了一卦，然後很直接的給他說吳佩孚你51到52歲，就是這個甲子乙丑這2年呢，恐怕會遇到一個大劫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吳佩孚聽到這個也是有點震驚嘛，他又問了他這個算命的朋友說，那你看我的壽命呢，就是我能活多久？那沒想到這張其遑就說，你的壽命呢，那關是在65到66歲恐怕這一關你是很難過的。那如果你衝出了這個關口呢，你的壽限就可長了，你還至少能活到90歲。所以就是這個張其遑也是他的好朋友也是這個相士給他算了2個命運的關卡一個是51、52歲，一個是65、66歲。是。那我們來看看他在這個第一個關卡都出現了什麼，也就是1923年的時候呢，那一年呢，吳佩孚呢他是50歲。他的權勢就到達了他的頂峰，他當時呢被任命為直魯豫的巡閱使，也就是河北、山東、河南這3個大省的軍事總司令，他的風頭真的是無人能比那50歲生日當天呢，熱鬧得不得了各界的這個政要名流都來給他祝壽，場面非常的宏大。那過了1年呢，1924年他51歲了，就是他的這個張先生預見他要有劫難的這一年。這一年呢，他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成為了美國人口中最牛的中國人。那當時呢，吳佩孚心裡也就想起了他的好朋友給他的這個預判說他51歲要有大劫難。他想起這句話的時候，他心裡就只有一個反應：這怎麼可能呢？太荒唐了吧因為我正處於我人生事業的最高峰可是沒有想到，過了幾天呢，就發動了一場戰爭。當時因為是軍閥割據嘛，這個吳佩孚他的死對頭在東三省的一個大軍閥張作霖就對他發動了戰爭。那這次戰爭呢，本來吳佩孚呢想着是穩操勝券的因為他在第一次和張作霖打仗的時候呢，他就以少勝多，贏了這個張大帥所以第2次他想沒問題的。可是呢，沒有想到在最關鍵的時候出了事兒。這個吳佩孚手下他最得力最信任的部下突然反叛投敵了。那他前方呢，這個戰事又激烈，背後又有他最親信的部下給他捅了一刀，所以呢，原本有着10幾萬大軍的這個吳佩孚瞬間就潰不成軍了。他就一路敗退然後逃到了這個湖北河南的一座山上，叫雞公山。當時他逃到山上的時候，周圍只有800人了，從10幾萬大軍變成了800人的這個小軍隊了就被叛軍重重包圍。這個時候，我們這吳大帥才意識到說，他的朋友張其遑所言的那個大劫難是真的。那他在被困在山上的這些天呢，他也是四面受壓，心裡是又氣又恨但是他想起來，這個張其遑跟他講的，這不是他命中就是命數的那個劫難，他就想着，那我就不會死在51歲的，就靠這個，他就撐着自己那偏偏在這個時候呢，也是危險一樁一樁的呢，就接踵而至了。有一天呢，他在這個雞公山上的這個商會會長請吳大帥去吃飯赴宴，也本來就是想跟他示好了。那在這個宴會上呢，突然呢，
闖進了一個假扮送菜的這個刺客哈。這個刺客端着菜盤走到桌前吶，抬手之間吶，槍啊已經從這個盤底啊對準了這個吳大帥了。那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啊，吳佩孚的這個隨從副官猛然把他推開，所以子彈砰的一聲啊，就打到了吳佩孚本來站着地方背後的牆裡，也是九死一生啊，這一次撿回了一條命。那吳佩孚經過這一次遇險之後，也是非常非常怕了嘛，他就開始隱居起來，然後住在一個非常隱蔽的一個公館裡。那周圍都重重的那個保鏢啊，戒備森嚴，他自己也就變得就不愛出門了，因為害怕會再遇到那危險嘛。那轉眼呢，因為那個他的算命先生的朋友就跟他講，他的劫難是51和52歲。那他過了51歲，然後轉眼又到了52歲呢，還沒有脫險嘛。那這一天呢，他就在那個公館裡，那個公館就來了一個相士來幫大家看相的。那吳佩孚他有個貼身的護衛，就看到有一個厲害的相士，然後就跟了進去聽了一下，發現這個相士講的頭頭是道的。然後心裡一動，就說：“我們要不要讓大帥也給他看一下呀？”但是哪知道啊，這個相士又是一個喬裝的刺客，然後吳佩孚就出來給這個相士看相，剛一靠近，這個刺客就扣住了他的喉嚨，用了匕首去抵住他的脖子上。他的手下就是看他大帥就被截住了嘛，嚇到都不敢開槍，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刺客夾着他的這個大帥就往外走。那眼看就要到大門口了，關鍵時刻他的貼身護衛突然急中生智，靈機一動，就想到他們還有個大狼狗，就把那個大狼狗給放出來了。這個狼狗一放出來呢，就衝上去咬住了這個刺客他拿刀的這個手，然後吳佩孚這才又僥倖地逃過一劫，再次撿回一條命。所以啊，吳佩孚在他51、52歲，就是他的算命先生跟他說的這個劫呢，就遇到了2度的刺殺，重重兵圍都沒有要了他的命，他確實熬過了這個大劫。但這個之後呢，他的權勢就大不如前，開始走向衰落了。那我們再接着往前，時間再往前走哈。慢慢走到1939年呢，這個吳佩孚呢就到了65歲了，就是他這個張其煌朋友告訴他的壽限的這個年齡哈。那他呢，其實自己也知道這個時候要特別的小心謹慎，他就跑到了北平的一處公館裡面哈，戒備森嚴，他就想我就在這兒，躲過了所有的這些危險，我就希望能度過這個生死劫難吧。那年冬天呢，他就吃了一碗羊肉餛飩看似很普通的羊肉餛飩，他覺得有點碎骨頭卡在了牙縫裡，剛開始也是覺得有一點不舒服，也沒當回事兒。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呢，這個牙齦呢越腫越大，最後整個右半邊臉呢都腫得鼓鼓的、高高的，疼得都說不出話來了。那最後沒辦法呀，就請朋友就找來了一位日本的牙醫給他看。那牙醫呢就說：“那拔個牙吧。”拔牙本來也不是什麼大手術嘛哈，拔完了就應該好了。可是沒有想到，這個手術做完之後呢，吳佩孚他這個身體裡的這個細菌呢，就迅速的擴散、感染、惡化了。幾天之內，這位叱咤風雲的北洋名將就猝然離世了。對，他也是最終沒有能逃過他的這個朋友張相士為他算的那一道命運的大坎。對，還是65歲就去世了。65歲，對，結果這真是鐵口直斷哈。鐵口哎呀，他們都認識，是，就是算出了這個壽數，對，就沒有躲過去。對，他就不像是高曉松那麼幸運哈。對，他畢竟是軍人嘛。在當年那就是清政府這個滅了之後，就到了所謂中華民國政府嘛。因為中华民国政府早期的時候呢，就是因為有清政府留下来幾大軍團嘛，對，再加上那個時候新政府建立的一些軍隊之間看誰的權力多，誰的人馬多，就爭地盤互相管對，也是互相滅，對，所以呢，這個吳大帥呢，也在這個時候呢也突起，最後很快的又衰敗下來，但是呢。規律看都是這樣的，你看有人贏
就會有人輸，對不對？那他是那個輸家，可是他的朋友那位張大師張岐黃，哎，他懂得這個命理天數就提前已經給他預言了。他旁邊這些秘書都幫他做了記錄，哎，這個東西他假不了，哎，他就愣沒扛過去。你看前頭遇到大災來的時候，哎，遇上殺手沒事兒，都是遇難成祥，是吧？但是那個時候他的壽數不到的時候對，你還得活到那個壽數。可是到了65歲的時候呢，壽數到了，你看就是一個牙發炎，哎，結果要了命。這個想不到那你說這個，咱們從這個醫學來說，你說如果牙齦也好，或者牙神經發了炎，會不會嚴重的情況下導致喪命呢？就是是會的，就看你懂不懂醫學了。是觉得可能会吧，会的会的。我認為會，我聽說過的。他們做一個好的牙醫不容易。說僅僅給人洗牙這個倒沒有啥如果真正涉及到拔牙做牙齒矯正等等的，這個人最少是個專業的牙醫博士，就學了10幾年，才可以去上手做這件事情。对，因為他是離大腦最近嘛。是。因為一旦有炎症，能控制不了的話，就可能喪命。是。就是這樣。他本身從醫學角度來說，這個應該說並不算是暗殺，應該算是正常的醫療行為。當然了，在歷史上從兩國之間的爭議當中，會不會說有人這個日本醫生就是個間諜，使了手段呢？這是一個應該永遠猜不透的謎。但是這種牙科的問題會導致喪命，這是確實的所以呢，這個吳大帥呢也就這樣就去世了。所以他去世前，可能10幾年、20年，這位張大師張岐黃就給他算過，結果果然悄然的就是在那65那一年就沒了。對，這張大師還算的是真的準。我們後來查資料張大師把自己的命數也算出來了，也算出來，之前告訴了人。對，也告訴別人，最後自己也是在自己算的那一年走的。就他就沒有延壽。对。就他算得準，你看就是有這樣能算準也很不容易師父。对。但是他算準了這麼多人，但是沒有延壽的能力，他改不了命。因為從預言來說對，能夠準確了叫預言大師。如果等算了不準呢，就算延了壽，人家說你算得不準，你說我65活到85，是吧？所以他說的越準呢，其實這個事兒是個從預言角度來說還挺靈但是從人盼望着長壽來說的話呢，就又少了一點什麼。有問題嗎？那師父，其實我們聽了這兩個故事，其實也挺感慨就是一般上大家的命都是注定的嘛，就是你到了那個命數，你該遇到的就遇到，但是卻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夠就很神奇般的獲得改變。其實，在菩提，我們就有聽過很多我們身邊師兄師姐的見證，都是有聽過這些神奇的一些奇蹟的故事，就是本來命已經要走到終點了，後來得以延壽。那今天就有想跟師父分享一個這樣的故事，來自於我們美國的 Raymond。好。那 Raymond 的故事是這樣的，他說2010年6月10日，剛滿20歲的我，生命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那時候我就發現胸口出現一個蘋果大的腫塊，晚上幾乎無法入睡，常常喘不過氣來。被送到急診後，醫生初步懷疑是肺癌，就建議我做骨髓檢查。檢查結果出來時，醫生沉重地告訴我，我得了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這是血癌中最嚴重的類型。我的骨髓中超過90%已經被癌細胞佔據，生命危在旦夕。醫生立刻安排我住院進行化療。那一刻，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崩潰了。化療開始後幾天，我高燒不退，淋巴腫大到連下巴都看不見，像個大娃娃。化療讓我痛不欲生，我的頭髮、眉毛全部都掉光，身體的免疫力降到0，任何一點細菌都可能致命。每次骨髓治療都痛到幾乎昏厥，
頭痛得厲害，一坐起來就想吐。醫生開始懷疑化療是否有效，建議我申請骨髓移植，等待配對的捐贈者。那段時間，每天我都在生死線上掙扎。我怕睡着，因為不確定還能不能醒來。那時的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只能默默問：為什麼是我？轉機就出現在一個看似平凡的午餐時間，我媽媽去餐廳吃飯，無意間就看到一本書，叫《袈裟》。她翻開了第一頁，就看到金菩提宗師的法相。那一刻，她就說感覺有一道光照進了她的心裡。她毫不猶豫地就把這本書帶回家。不久之後呢，媽媽就帶着虛弱的我一起報名參加了9月份洛杉磯禪堂舉辦的健身班。那時候我仍然在化療中，每天早上做完化療後，媽媽就會搀扶着我去上課。因為太虛弱了，我常常只能躺在教室後方休息。然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每一次課程結束後，我就會自然地醒來，感覺全身輕鬆，化療的副作用全部都消失了。到了第3、第4天，我竟然可以自己走路，甚至還能跑跳。那一刻，我第一次覺得我可能真的會好起來。從那之後，每天化療結束，我都直接到禪堂，不再回家休息。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強壯了起來。在整個化療期間，我的身體極度怕冷，即使是在夏天，好像裹着20-30個床棉被都不會感覺暖和。老師就建議媽媽幫我請一套菩提禪修運動服，穿上之後，我立刻感覺到全身暖和起來，仿佛被一股能量包圍着，真的非常的神奇。從那天起，我幾乎每天都穿着我的菩提運動服，連睡覺也不脫下。還有一次，我高燒到41度，喝了師父加持過的菩提普洱茶，不到2小時，體溫就完全恢復正常了。化療造成的臉部紅腫也隨着喝茶逐漸消退。這些神奇的經歷讓我對師父與菩提禪修充滿感恩。我每天都會認真練功，走八卦，練大光明，我的身體越來越有能量了。從一開始只能躺着，到後來能坐能走，後來還能去公園走八卦，到禪堂幫忙做義工。我的生命從黑暗中一天天被光照亮了。經過2年半的禪修，我的身體越來越好。我不間斷地在禪堂供燈、供養佛菩薩、塑藥師佛金身，還有做義工。後來醫生再次為我檢查的時候，他看着報告，非常驚訝地說：“你的癌細胞全部都消失了。”我聽到那句話，淚水奪眶而出。感恩藥師佛的慈悲光明，感恩師父的無量加持，讓我重獲新生。其實在生病之前，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想成為一名警察。19歲的時候呢，我就曾經去警察局當秘書，那段經歷讓我立志投身警界。可惜生病之後，這個夢想看似永遠破滅了。康復之後呢，我就重新點燃了希望，無數次在佛菩薩與師父面前祈求，希望能夠有機會實現我做警察的夢想。第一次報考警察失敗了，但我們並沒有放棄，繼續努力鍛鍊，持續禪修。終於在第2次考試中，我通過了美國警察重重嚴格的選拔，正式成為一名警察了。從一個曾經只能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重病患者，到如今穿着警服守護社會的警察，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奇蹟。當醫生與同事得知我曾是白血病患者時，他們都難以置信。我知道這是佛菩薩給我的第2次的生命。另外，醫生還曾警告我說，因為骨髓裡有超過90%的癌細胞，即使我康復了，將來可能永遠都不能生育。那時候，媽媽甚至建議我未來可以考慮去收養孩子。但生命的奇蹟就再一次發生。到了2020年，我的太太懷孕了。如今孩子健康、聰明又活潑，
而更幸運的是，就在今年，我們的第二個女兒也順利出生了。這是佛菩薩賜給我最珍貴、最美好的禮物。回首這一路走來，心中只有無限的感恩。感恩師父，經菩提宗師的慈悲護佑和加持，感恩菩提禪修給了我生命的力量，讓我從死亡的邊緣走了回來。一次次的奇蹟，讓我重拾夢想，活出了嶄新的自己。如今，我願將這份光與希望傳遞給更多在黑暗中掙扎的人，深深的感恩師父。真是很感動啊！對，這太神奇了一次次的神奇。是啊，他這個癌細胞啊就消失了。對，這個敗血症也不是鬧着玩的哈。是，它是最嚴重的血癌的。对，這個是最麻煩的，是要命能力最強的，對，就是這個超級殺手啊。對。但是通過禪修啊，做義工、點燈，我們只能說就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什麼力量讓他能夠得到這樣子的延壽這樣神奇的延壽的效果？就是在佛前他的真誠。对，那我們只能說哈，這就是藥師佛在幫他。是，因為我們這個法門，就是最恭敬尊崇的是藥師佛啊。對，藥師佛，他就是專門為一切有緣眾生消災延壽的。對，這就給他消災延壽了。當我們事實發生的時候，哎呀，除了驚訝還有什麼呢？就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其實本來應該是一個挺悲傷的故事的，20歲就被宣判死刑一樣。是。最後呢，如此的歡喜和溫暖哈。是。對，成就了他的夢想，還得到了生命的延續，還有了2個可愛的小寶寶。是。對。所以醫生所說的全部被打破了。对吧？就他這個身體，就算好了，你也生不了寶寶。結果還生了2。是。對不對？所以如果繼續，可能還再多生還會。是。對，還年輕嘛哈。對。所以你看，並且還有一個夢想哈，這和疾病沒太多關係。他就在美國想做個警察。對呀。你看，最後也實現了。對。哎呀，真是。是，真是好啊！他給同事說他曾經是這個白血病的患者，都沒人相信。對，說你怎麼可能？這誰敢相信？對，成為了一名警察，太震驚了。對，所以他說藥師佛師父給了他第2次的生命。真的。最震驚的是他那個醫生。你這怎麼解釋啊？是。從醫學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沒錯。結果你那個就好了。對，他本來是要換骨髓的，對，最後真的就是完全自我康復的，所以就是奇蹟啊，感恩師父，感恩藥師佛啊，對，你看他描述的那兒，他哪怕在那躺着，是吧？哎，他這個班正在修煉嘛，是，他還在那躺着，他站不住嘛，沒力氣嘛，就經過化療之後，對不对？对，哎，其實在那躺着也受益，對，所以這就是真的。對，我們課上完了，他醒來了，反而精神抖擻。所以你在家修煉就不如到道場修煉好啊，就是這樣。對。他還有一個描述，就是他當時化療的時候，就是身體非常的寒冷，那肯定虛弱的不得了啊，蓋20床棉被都沒有用，穿上我們的菩提運動服，哎，一下子就溫暖起來了。這又是不可思議，又是很神奇，所以他白天晚上都穿着。是啊，所以真是，就那4個字不可思議。只有你來經歷一下啊。所以正好我們像前頭哈，前2次直播的時候我們講過哈，這個咱們菩提的我們設計的這些 T 恤衫吶，是這些修煉運動套裝啊，其實關鍵的時候會起到非常保護你的作用。對，所以咱們設計這衣服挺好看的。就帶着藥師佛的佛光護佑的。在修行機構來說，我們的衣服第一個是實用哈，那麼第2個呢就還美好看。好看，對，而且最重要還有師父的加持力。真的，我們這幾堂那個直播都聽了很多故事，很多穿着我們的衣服的遇難成祥啊，對，躲過車禍也有啊，然後還有就是被鬼壓床，就奇蹟般就是拿到了我們的衣服，突然就能動啊，
然後還有剛剛這位 Raymond 的師兄，他就化療之後全身寒冷啊，穿上衣服就覺得暖和。這真的就是衣服還有師父給大家帶來的加持力。是，对，这正好因為這位師兄遇到這樣的一個吉祥的這個護佑哈，對，所以我們順便把衣服就講了一下哈。對，也是新年到了，這給自己啊，給家人啊，給親戚朋友哈，也是個最好的禮物。一個是菩提的這些服裝，第二個呢，那小法物哈，都帶有吉祥的能量啊。是，所以到聖誕節呀、新年來的時候，是一個很好的禮物給大家哈。東西可以不貴，但是意義非常好。對，把最美好的吉祥送給我們的朋友和親人們。那師父，我們也給這位 Raymond 的，還有他的全家人，我們都給他送個禮，好不好？好，這個提議太好了啊！給他和他的妻子，還有他的2個女兒，還有他的母親。好，這都有。看，菩提普洱茶，喝了就會健康長壽哈。好，而且呢，還會使腰身變瘦。收到，感恩師父。生命變長壽哈，腰身變得更美哈。又美又長壽。因为它幫助消化呀，消化之後幫着你分解哈，分解油脂哈，來，你看這是速乾的八卦衫哈，這個呢穿着哈，不管在南方北方哈，如果太熱的地方又潮濕又熱，穿上它，它是散熱的，快速散熱，並且幾乎沒有靜電哈，這個特別好哈，哎，我也試了，2個小時一定會乾啊，對，這個很好哈。而且明年的吉祥色是藍色。哎，對，還有一個吉祥色是紅色。是。來，長袖的。降龍 T 恤。降龍 T 恤衫哈，對，前後都有龍哈。哎，你看，還有這個6字大明咒哈，有梵文，有中文，有發音哈。後面一條大龍，前面2條龍哈。對，無論上班還是穿着睡覺，都會護佑你哈。收到，感恩師父。好，還有2個特別漂亮的藍色的手串。東方藍寶。東方藍寶，正好符合於明年的哈，赤馬紅羊年哈。哎，這樣就使到平衡和得到護佑哈。好，祝福 Raymond 你們全家哈，健康長壽，如意吉祥。收到。笑口常開。收到。哎。也歡迎你呢，繼續經常要去洛杉磯禪堂修煉哈。洛杉磯禪堂氣場特別的好，磁場特別好哈，去了就會健康長壽的。收到。感恩師父。好，感恩師父。那今天我們也是聽了好幾個特別棒的故事哈，關於這個延壽啊、壽命啊哈。那最後這個更精彩哈，藥師佛為我們延壽。那藥師佛聖誕馬上就要到了哈，那我要再給網友們哈再一次的宣布一下，在11月19號藥師佛聖誕這麼吉祥殊勝的日子裡呢，我們金菩提宗師我們師父的最新著作就要發布了，打開所有的心結。對，打開所有的心結是本書哈。對，是一本書。太期待了。對，我們心結打開了，健康就來了。心結打開了，快樂就來了。心結打開了，一順百順。哎，所有的財富美好都會來。對，諸事吉祥。求啥來啥。對，感恩師父啊。那我們最新發布的這個呢，將會在菩提禪修學院網上，大家記住是11月19號哈，會有3個產品啊給大家發布，中文、英文都有哈。那我們看一下這3個產品是哪3個產品呢？首先呢，它就會有，來我們看一下哈，稍微等一下。對。首先呢，最下面的這個哈，我們會有3個月的有效期，大家可以在線聆聽哈，非常非常優惠的價格，只要$1.99啊哈，也是師父非常慈悲啊，希望大家能夠每一個人哈，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夠獲得書中的這個吉祥和智慧。那我們第2類產品呢，就是我們可以下載啊，不光可以聆聽，我們還可以下載我們這個有聲書的音頻哈，就是每斤8塊錢。那第3類產品呢，就是我們可以下載有聲書的音頻，同時還能下載我們這個書本的電子檔。
哎，就是文字和音頻都可以下載哈，是12.8塊。所以就是這3類產品，中文、英文都會有哈。屆時呢，19號的亞洲時間，大家就一定要趕快去到我們的菩提禪修學院網上哈，第一時間去一起來聆聽師父打開所有的心結這一本新作。好，那師姐，如果說我想收藏實體本的書，好問題，能有方法引起嗎？那我們就要好好的等待一下哈，希望到今年的這個年底，明年年初的時候，我們的實體的中文書就能夠到各禪堂與大家結緣了。太好了，英文書也應該會在不久的未來，可能明年的1月初、2月份也會到禪堂和大家結緣。那同時呢，其他語言哈，韓文啊、印尼文啊、泰文啊，我們也在翻譯中，希望也會很快的哈，和這些國家的這些我們的網友朋友們也盡快的去結緣，把師父的這一份吉祥和智慧送給每一位有緣人。感恩師父，感恩師父。我聽說那個像這個韓文的都已經翻譯好了在排版中所以也很快了，很快了。对对对，是，可能最多晚1個月吧。对，就出來了。對，韓文的電子版應該估計是12月中應該沒問題了，是吧？對，像印尼文還有泰文呢，正在翻譯中哈，對，應該也快了。我估計再多2個月就是。我們抓緊。是。好，感恩師父。對，還有一個特別好的消息呢，就是我們的這個優質客戶哈，菩提學院網上我們的優質客戶，我們的黃金客戶啊、白銀客戶，還有紫銅客戶啊哈，都會享有不同的優惠券可以來領取我剛才講的呢不同類的書籍的產品。太好了！那大家要等到11月19號，一定要上線哈，去你的這個客戶裡的那個賬戶裡面去看一下又給了你什麼樣的驚喜。好，那現在我們在藥師祭嘛，也溫馨提醒一下網友們，就是在藥師祭裡有需求供燈的朋友們那請盡早到我們菩提禪修學院網站上去供這個藥師祭，我們有特別的供燈活動。就是18塊錢的祈福燈，有可以供給在世者和往生者的，還有58塊錢的那個藥師佛愛我祈福燈，就是在這個那麼吉祥殊勝的節日去供燈，把我們最真誠的心願去告訴佛，也容易心想事成，遇難成祥，一切吉祥如意。那供燈的項目會到11月19日報名截止，所以就是有需求的網友們，請盡早到菩提禪修學院網站上，去報名供燈。我們要抓緊時間嘍哈，還剩2-3天了。對，還剩2-3天而已。那也再次提醒，就是剛剛我們也說到我們的那個菩提的衣服嘛，就是不僅好看、實用品質好，還帶有師父的加持。那現在就是在藥師祭，師父也特別給我們有需求的網友們大打折，就是在慈悲音或者菩提學院網站上，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款式，現在的折扣都有打到從8折又打到4折的，真的特別划算。而且是限量限時的，到12月25就會截止，所以有需求的網友們也是盡早到我們的2個網站上去選購。那今天直播最後還想提醒師父，就是我們有一次在上個禮拜吧，在台灣逛街的時候然後師父有帶大家去逛了一個市場，都是賣一些手作品的，然後當時還給大家做了一些展示師父還親自去挑了一些禮品給我們的網友們。對現場也有很多網友們很積極的說我要，師父我想要。對，然後師父，我們要不要給這些網友們送一下禮物要送。但是那個當時我們說的是在那個 X 平台上，你就是你要的話，就是寫上我要。對，在 Facebook，當時候 Facebook 直播的時候，現場留言的很多網友們，他們就現場說，看到喜歡的就跟師父說我要這樣。對對 ，Facebook 是 Facebook， 對。上頭我們查一下當時有留言的人嘛？對，我們有工作人員有進行了統計。好的。那選出了以下幾位幸運網友們。是。我們看一下屏幕。好，網友們可以截屏哈。
看看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真的是太幸运了啊！读一下名字吧。好，恭喜你们：金颂树、Fiona Liu、Karen Huang、Yini Chia、点可、金润温、Michelle Tan、Alice Ong、Charlotte Lin、Dan Hee Kim、林早丽、Po玉蘭 Alice、易尚金、易賢吳。好，恭喜以上网友们。好，那我展示一下禮物哈。好。這個是啥東西啊？看得懂嗎？半貓半魚，這是日本做的啊，半貓半魚哈。是。就它也叫魚貓哈。對。那魚貓呢，還有個系列呢，用這種亞克力塑料做的這個彩色的哈，挺厚的啊，這樣的小魚貓哈。很可愛。有不同的哈，不同顏色、不同設計的魚貓啊，還有這種翠綠色的，挺好看哈。還有這個藍的，好可愛。還有呢，還有這是啥呀？上頭，這是當時這是啥東西來着？這個是一個小狗是吧？小狗啊？還是小豬 ？Sorry。小豬。的一個小掛墜，但是它這個是有磁鐵的，可以粘到一塊的。對對對。兩個粘到一塊。對，還有這個，有點像奶牛一樣。小牛。都是很可愛的。還有。這個，就他們都是手做的，是手工做的，反正現場看挺好看的，是挺可愛的，而且都是師傅親手挑的給大家。對，還這個是那個香港人在那賣的哈，香港人在賣的有點像仿那個日式的那種御守平安牌哈，對，這個他畫的呢。他畫的不是日本的那樣的一般的祝福，他是畫的是香港那種街景上那種到了晚上那種霓虹燈啊，還有慶祝日哈，你看有那個煙花的，另外一個牌子煙花的，那麼另一個呢就是這個香港街道上那個霓虹燈當中，就他對當年香港的街道的這個美麗繁榮的一種回憶感啊，他畫的這個一個小小的木牌上。我覺得也是用心良苦哈，動了很多手工的，這都是手畫的，這個挺好的，我覺得挺有創意的哈，所以我就給它買下來了哈。今天也是送給大家的，對，這個就是那個煙花的那個，漂亮，煙花的啊，這是那個牌子哈。我們也拍攝了這個，像昨天晚上韓國釜山。好像每年有一次有個煙花展哈，對，我們團隊也拍了哈，正在制作之中哈，過幾天制作好了呢，放到網上給大家看哈，太好了，挺美的，挺震撼的，特別漂亮，還有這個首飾哈，這個是當時現場的那個日本男生哈，就是他們自己做的，就像這個珍珠的後面這個金屬是銀的，是，他這個手工是最細了，這個是耳環吶，後頭這個釘子哈。耳環的，這個上頭2個珍珠，你看，這個珍珠是，我以為能轉，還不能轉哈，不能轉也挺好看的，好看，挺好看的，這是耳環哈，對，這個它並不是一套哈，它是一個一個的賣的，當時他家賣的並不便宜，他賣的就是創意，你看還有這麼一個東西，這個小耳釘呢，你看這個扁的。對，有點像個靈芝的一個片狀，模仿靈芝的形狀，對，這也挺好玩，這是純銀的哈，好了，那這個禮物我們就會分頭送給今天名單上的所有的朋友哈。對，恭喜你們！我們現在有很多網友們也在留言，哎，師父我也要，你也要哈。如果你也要的話呢，我呢會有加持過的。菩提的這些小珠子哈，這個覺得很能夠吉祥的哈，能帶來好運的呢，我再送出去36個，好吧？感恩師父。那我們到時候抽查了之後會通知你哈。那希望下一個直播的時候呢，你還在哈，我們把再抽到的人再告訴你，好吧？希望下次直播你還在哈。好。
那也溫馨提醒一下網友們，就是有時候師父會臨時也在 X 平台啊，還有 Facebook 平台有一些臨時的聊天直播，那也歡迎大家關注一下我們的這一些平台啊，就能聽到師父的聊天啊，然後還有時候還能獲得這樣吉祥的禮物。所以網友們要經常上我們的平台看看，就是 YouTube 啊、Facebook， 還有最新的這個 X。好，還非常感謝哈，我們各位網友朋友們呢，就對我在這個網絡全球的弘法的大力支持哈，哪怕就是留一句言啊，或者是做一個點讚和分享。如果就是說，我也在問說點讚是啥意思啊？就點讚的一下多了之後呢，就是更容易將這個，因為在這個網絡世界的各種視頻太多了哈，就是輪不到看我們，你想看你都要搜索才行啊。點讚人多呢，他就先跳出來，對，而且下一次我們有直播，你先會得到通知哈。所以點讚啊、留言、分享，這是最好了哈。還有你的朋友呢，你可以註冊到我們什麼這幾個頻道啊，上 YouTube 啊。還有這個 Facebook 呀，還有 X 啊，這上頭能夠去註冊你的一個網名哈，下次呢我們有活動的時候，你就先收到通知，這樣就會更好哈。好，那我會非常的祝福哈，給這個我的網絡平台給予贊助雨書房的朋友們呢，給予最真誠的祝福，祝福你們身體健康，吉祥如意，壽比南山，笑口常開。現在再說一下咱們下一次直播的時間，要不要提醒大家一下？好，那我們下一期直播的時間呢，會在11月19號這個是加了一場因為就是這一天是藥師佛聖誕的正日子嘛。所以是台北時間11月19號，晚上6點鐘，然後溫哥華時間是11月19號凌晨2點鐘，這個是周三的時間，網友們要記下來。因為今天就是16號，19號就是3天以後，是吧？對，對，就是下個星期的星期三，周三啊，對，大概幾點呢？就是亞洲台北時間11月19號周三下午6點鐘，北美溫哥華時間11月19號凌晨2點鐘。對，所以我們增加這一場哈，因為那天是一個吉祥的特殊的日子，對，是藥師佛聖誕的正日子哈，歡迎大家呢一起來參加念佛哈。好，給藥師佛念佛呢，就會怎麼樣呢？消災延壽。消災延壽哈，這兩個有一項我們就不得了啊，我們就受益了哈，可能會起死回生，得到這個健康快樂哈，或者是得到延壽吉祥，就壽比南山了，收到。對，所以想健康的、想消災的、想延壽的朋友哈，歡迎你來參加哈，就是星期三哈。好，好，感恩師父。好，那今天就到這裡吧，哈。好，祝福大家如意吉祥，笑口常開，壽比南山。我們19號再見。謝謝。小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
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